去年台湾拿下世界棒球12强赛最近总统赖清德承诺要让冠军队成员登上500元钞票，用了20几年的500元钞票真的要改版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币改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台湾拿下世界棒球12强赛的冠军，让全国陷入了棒球热潮。当时就有传闻说，总统赖清德有意把500元钞票上的少棒小将呢改成台湾棒球英雄，引发过一阵的讨论。而最近，总统赖清德正式公开承诺说，会让12强冠军队的成员登上500元纸钞，还表示一定会说到做到。而央行呢，则是表示正在审慎的规划，有具体的结果会向外界报告。那不管500元改版会不会成真其实我们目前这个版本的台币已经使用了20几年，而在这次棒球热之前，也有过要改版台币的讨论，当时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好奇货币改版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目前手上的台币到底是怎么样决定要长这个样子的呢？如果真的要改版，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得气馁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我们今天手上的台币呢，正式的名称其实是叫做第5套横式新台币。那猜猜看在第5套横式新台币之前，台湾有过几套新台币呢？答案不是4套，而是有8套。为什么会这样呢？故事要从1945年国民党接管台湾的历史开始说起。当时国民党政府因为战后经济重创，为了稳定台湾的经济，决定不使用中国法币，委托台湾银行发行了后来被称为是旧台币的台币兑换券。不过呢，随着国共战争加剧台湾大量的原物料被迫输往中国各省，再加上中央不断的要求台湾省政府出资稳定中央经济，台银只好不断的印制发行台币，导致严重的恶性通膨。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台币的发行量暴增175倍，物价也跟着飙涨。直到1949年的6月，国民党迁台之前发布了新台币发行办法，试图稳定台湾的金融状况。也就是大家都听过的4万换1元，意思呢是用4万的旧台币换1元新台币，开启了新台币的时代。有趣的是史上第1套新台币跟现在不同，竟然是直的，而且仔细一看呢，上面印的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台湾银行。这是因为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呢，并没有马上成立央行，而是将央行业务交给这个台银来代为执行。所以理论上呢，当时台银只是央行的代理。二来呢，是新台币在这个阶段定位不是国币，而是在台澎金马流通的区域货币，所以上面印的不是央行，而是台银。这个做法呢，其实一直延续到1999版的这个第5套横式新台币之前。等于说呢，对于老一辈的观众而言，新台币上面其实一直都是印着台湾银行。那无论如何，这种直式新台币呢，光是从1949年到1954年这短短的5年的期间，就换过4套不同的版本，但是每一套的设计却大同小异，都是孙中山的大头配上钞票的面额，让人搞不太懂为什么要这么的频繁改版。因此呢，要到1961年新台币的设计才出现了90度的大转变，而这一次的改版呢，也关系到了新台币地位的改变。1961年，央行呢在台湾复业新台币呢也随之大改版，第1套横式新台币就这样子横空出世。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钞票的面额也出现了变化，因为经过10几年的通膨，还有货币发行的稳定增加，当时的这个物价呢，比起最开始发行新台币的时候，已经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当时新台币的最大面额只到10元，等于说买100块的东西呢，就要掏出10张的钞票，用起来不太方便。所以呢，在1961年改版的时候，央行也推出了100元面额的钞票，来符合民众日常使用需求。
而另外，随着央行的复议这个时候新台币的法定地位也就跟着比照国币了。只不过在执行上面呢，货币还是由央行委托台银发行的方式印制，所以钞票上面呢印的还是台湾银行。而在外岛，中央银行呢也还是按照这个分区行使货币制度，所以在金门、马祖还有现金门通用的钞券。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在台银不再代理央行的业务之后，台银实际上面的性质应该属于商业银行，可是一个商业银行居然有铸币权。台币呢上面印的也还是这个台湾银行，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法律上面甚至是货币信用上面的问题。那为了处理这些问题直到1999年，央行终于正式印制了我们熟悉的这套印有中央银行字样的第5套横式新台币。隔年呢，新台币也正式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币，印着台湾银行的旧新台币，在2002年终于全面停止使用了。那这样子看下来过往台湾比较重大的货币改版，都跟台湾的货币定位还有银行的政策的变迁息息相关。那如今新台币已经成为国币，难道台湾就再也没有改版货币的需求了吗？其实，在这一次棒球热潮之前呢，2017年民进党籍的立委高志鹏就曾经提案要改版货币。当时他的提议是要在中央银行法第15条中增设国币设计委员会，同时导入公民参与机制，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国币的设计。那为了宣传他的提案高志鹏呢是举办了新台币设计比赛，请来金马导演苏哲贤等人担任初选评审，然后用网络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前3名的得奖作品。其中专业组第1名的作品呢，将台湾黑熊台湾云豹等台湾的原生物种融入到了钞票设计当中，甚至还加入了4张钞票可以拼成一个台湾的小巧思。那其他的得奖作品呢，则将野柳女王头，甚至是高雄85大楼等台湾地景加入设计，希望可以彰显台湾的在地特色还有时代记忆。那虽然这些得奖作品确实都还蛮好看的，不过关于这个台币改版的提案，其实呢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新台币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版呢？当时积极推动的高志鹏认为货币设计是国家美学还有民族意识的体现，但现在的新台币设计并没有展现出台湾价值，而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涉及到了转型正义的议题。高志鹏表示对于228受难者而言，每天会用到的货币上面还印着蒋介石的肖像，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这个论述后来也延续到了促转会2022年的总结报告当中。当时促转会呢提出了3点建议，主要认为蒋介石呢是有人权侵害记录的威权统治者，不适合出现在国币上面，因此建议政府呢应该要进行国币的去威权化，换掉国币上面的蒋介石肖像。但除了转型正义的议题之外呢，也有人从比较实用导向的防伪角度，认为新台币有需要改版。因为在一个钞票发行久了之后，伪钞的技术呢，一定也会慢慢跟着进步，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所以像是在日本，他们为了预防伪钞，大约每20年就会换一次钞票，定期的更新上面的防伪技术。比如呢，在2024年的7月，日本就正式发行了新的 F 号券纸钞。而台湾目前的货币已经使用了将近25年，虽然伪钞率并不算高，也有定期的小规模更新防伪设计。可是支持改版的立场会认为，与其等到伪钞的横行再来换，不如提早改版才能够防范于未然。毕竟这个换钞呢，也不是说换就换。像日本呢，最早在2019年就已经公布了新钞的设计，但却到2024年才正式的发行，从公布到发行就花了5年的时间。不过也有许多人觉得，货币改版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做，怎么样改都会有争议。许多反对者就认为换钞的提案呢，不过是民进党一贯的去中国化的手段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而针对促转会的建议呢，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则表示，如果在社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之下，就贸然的更改国币，不止没有办法促进社会和解共生，反而可能造成社会的分裂。另外，如果要设计改版，要放什么才公平，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像去年因为棒球热潮引起改版讨论的时候，也有人表示说，头一年还有台湾羽球林洋配达成奥运的连霸纪录，林玉婷奥运夺金等等的历史性辉煌纪录。光是体育圈就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事迹，放到货币上面是重要大事那要选谁舍弃谁，才不会厚此薄彼，才最能够代表当代台湾人的文化跟记忆呢？不过除了这些文化跟象征意义的讨论让更多人对于台币改版感到却步的，还是改版将产生的高额成本。货币一旦改版不只需要重新的生产上亿张钞票以及上百亿枚的硬币。前央行总裁彭淮南就曾经表示，新台币全面改版呢，需要花6年的时间以及500亿的成本，这就让许多人觉得却步。
如果单纯是以500元钞票来说，央行几年前呢曾经评估说，500元钞票的发行张数约2亿张，印制成本呢会耗费新台币6.66亿元。而且呢，在改版之后，所有的 ATM 以及点钞机、自动贩卖机也都需要因应新货币重新调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直到最近一次，央行每一次被问到相关问题时，也都表示目前台币运作良好，尚无改版计划。不过，关于这点呢，之前在讨论货币转型正义的时候，立委这个徐永明办公室就指出，其实央行呢从2011年就开始呢以孙文版本的10元硬币来替代蒋介石版。如果1元、5元也比照10元的做法，并且呢把流通量很低的这个200元钞票回收停用，运用央行本来就有这个货币更新预算自然汰换，也有可能呢在不增加太多额外成本的情况之下，完成部分的货币改版。虽然说改版货币听起来烧钱又困难重重哦，但是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不定期改版货币好像是每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像是在去年哦，英国跟日本都正好在换钞，其他国家像是泰国也在2022年换了新的20元泰铢的塑胶钞票，就连无限金化程度极高的瑞典哦，也在2015年全面的改版了国币。那长远来看呢，台湾应该也不太可能永远都不改版货币，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比较是可以怎么样改，以及应该要改什么。而未来如果要改我们觉得比起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个历史人物，将台湾的地景啊、文化、原生物种融合到钞票设计当中，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改法。这样改的话呢，搞不好反而更能够去意识形态，降低未来又因为政治争议而需要改版的可能性。不过当然，无论是要不要改，或是改什么，货币作为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还是需要经过一定期间的讨论跟共识。而这一次的500元钞票改版，或许就是一个开启这个讨论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呢，也想要趁机的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的新台币有需要改版吗？我觉得有需要。我觉得现在的货币设计无法反映台湾的共同记忆。B 有需要，现在的货币用太久了，伪钞技术很容易跟上。C 没有必要，我觉得货币上面有历史记忆也很重要。D 没有必要，我觉得现在台币用的好好的，没有事呢，不用去烧钱去改版。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币改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注音符号怎么来的，以及转型正义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超视频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